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冯小刚竟然赢麻了，赵丽颖成最大功臣，向阳花票房逆袭，老冯小刚这老炮儿成了。我的乖乖，这回他憋着的那口气可算是吐出来了。闷声不响地拍了部《向阳花》，竟然在清明档杀出重围，票房破2亿，还盈利了。这事儿搁以前，别说你，我做梦都不敢想啊！这几年，冯导赔钱的新闻比他电影还火，都快成亏损专业户了。从只有云知道扑街扑到姥姥家，到美拉影业的对赌协议赔得底儿掉，老冯这心里估计比黄连还苦吧。脑补一下他躲被窝里抹眼泪的画面，啧，一把辛酸泪啊！想当初他跟华谊签那10.5亿的豪赌，那场面锣鼓喧天，鞭炮齐鸣，红旗招展，人山人海。结果呢？前3年勉强撑着，后2年直接跳水，华谊亏损2.35亿，赔钱货的帽子，老冯算是戴得严严实实。这次向阳花盈利，虽然钱不多，但意义不一样啊！这就像一个在沙漠里快渴死的人，突然发现一瓶矿泉水，虽然只有1小瓶，但至少能续命，能看到明天的太阳。话说回来，这向阳花凭啥赚钱？莫非老冯偷偷拜师学艺，掌握了啥点石成金的秘籍？哈哈，当然不是。说白了，就2板斧，一是绑定赵丽颖，二是省钱大法。先说说赵丽颖这姑娘，可是从冯小刚的搜星比赛里出来的，现在妥妥的电视剧千亿女王。冯小刚这回算是把赵丽颖的潜力给挖了个底朝天，量身打造了一个高月香的角色，一个出狱后努力生活、会手语的社会边缘人。说真的，这角色换个人演，还真不一定有这效果。想当年赵丽颖在张艺谋的《第20条》里演个聋哑母亲，那演技杠杠的。这次在《向阳花》里，虽然角色设定不同，但那种韧劲儿还是让人看着心疼。冯小刚这老江湖，估计就是看中了赵丽颖身上的这股劲儿，才力排众议，让她当了女主角，还把片酬转化成了投资份额，让她当了出品人。这招高啊，既省了钱，又让赵丽颖更有动力，一箭双雕，妙哉妙哉！这年头拍个电影没个几亿，都不好意思跟人打招呼。流浪地球2、封神2、蛟龙行动，哪个不是烧钱的主？但老冯不走寻常路，他玩的是小而美，监狱实景拍摄，火车道旁的破旧小楼，路边摊、商场，这些场景生活气息扑面而来，还省钱。我估计啊，这向阳花的制作成本也就3000万，宣发2000万，赵丽颖的片酬象征性的给个几百万，剩下的就等着票房分成。照现在这趋势，片方分账7000万左右，扣除成本，再加上流媒体版权收益，最终获利3000万，问题不大。5000万的成本博2亿票房，这性价比绝了！这投资回报率，巴菲特看了都得点赞。其实这种低成本高回报的策略，在电影圈也不是啥新鲜玩意儿。你看前几年失孤的成功，也是走的这个路子。这种电影不追求大场面、大特效，而是注重故事本身的感染力，更容易引起观众的共鸣，更容易戳中观众的泪点。向阳花的成功也给那些动不动就砸几个亿的大制作敲响了警钟，别光顾着烧钱，还得学会精打细算，把钱花在刀刃上。故事讲好了，演员演到位了，即使没有炫目的特效，也能打动人心。就像一碗清汤面，食材简单，但只要味道好，照样让人回味无穷。老冯今年还有一部大制作《抓特务》，主演是雷佳音和胡歌，这阵容想想就让人搓手期待。有了向阳花的成功经验，
估计老冯在抓特务上也会更加注重成本控制，争取再创辉煌。不过，一部电影的成功，除了导演的策略、演员的演技，还有很多其他的因素，比如剧本、宣发、档期等等。冯小刚这次能翻身，也有一定的运气成分在里面。但不管怎么说，向阳花的盈利对冯小刚来说是救命稻草，对中国电影市场来说是一次成功的低成本实验。它证明了流量明星用对了地方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，也证明了导演放下身段，不一味追求大制作，比死磕艺术更管用。2. 向阳花票房逆势飘红，2025年首部不赔钱国产片的生存密码，2亿票房的逆势神话，冯小刚的朋友圈成行业晴雨表。2025年清明档收官日，电影《向阳花》累计票房突破2.17亿，这个在头部大片眼中不够塞牙缝的数字，却让冯小刚在朋友圈发出感慨：春节档后首部未赔钱的国产片，降本增效，继续努力。这条朋友圈截图迅速登上热搜，背后折射出2025年国产电影市场的残酷现实。据猫眼专业版数据，春节档后上映的18部国产片中，仅有3部票房过亿，平均亏损率高达67%。低成本电影的逆袭密码，向阳花的成功首先源于精准的成本控制，总投资3500万，其中主演陈道明、周迅的片酬合计仅800万，均以友情价加盟，拍摄周期压缩至45天，全片80%场景在青岛老城区实景拍摄，省去了高额特效费用。这种去工业化制作模式与春节档敦煌传奇1.8亿投资，最终票房4700万的惨败形成鲜明对比。现实主义题材的回暖信号，影片聚焦退休教师与外卖骑手的跨代际救赎，没有宏大特效，却充满生活质感。周迅饰演的独居老人在菜市场讨价还价的戏份，采用偷拍式长镜头；陈道明骑电动车送外卖的场景，真实还原青岛8大关的街巷烟火气。这种去悬浮化叙事击中了后疫情时代的情感刚需，场均上座率达38%，高于同期商业片25%的均值。冯小刚的转型阵痛，从贺岁档到生存主义导演，商业大片时代的坠落与觉醒。回顾冯小刚的导演生涯，2019年只有云知道1.5亿票房惨败，2021年北辙南辕，网剧口碑扑街，曾经的中国电影票房保证陷入创作瓶颈。向阳花是他首次尝试小成本现实主义题材，放弃了标志性的精卫幽默，转而采用李沧东式的细腻写实风格。这种转型看似被动，实则是对行业泡沫的主动切割。据制片人透露，影片剧本打磨3年，推翻了5版商业元素堆砌的初稿，最终保留了最朴素的情感内核，降本增效的生存哲学。在向阳花的制作特辑中，冯小刚多次强调把每一分钱花在刀刃上，启用新人摄影师，放弃杜比全景声，改用现场收声，宣发费用控制在800万，仅为同类影片的1/3。这种断舍离策略带来意外收获。抖音素人博主自发创作的向阳花奶奶仿妆视频，播放量超5亿次，成为史上性价比最高的社交媒体营销案例。国产电影的盈亏线战争，2025年的行业新法则，票房天花板的集体崩塌。2025年春节档 TOP3 影片《封神三部曲3》《流浪地球3》《唐人街探案4》，平均票价较2023年上涨15%，但场均人次下降22%，暴露观众对高票价、强特效电影的审美疲劳。反观向阳花，凭借19.9元的特惠票策略，吸引3线以下城市观众占比达47%，重新定义了下沉市场生存法则。
内容价值的回归革命。影片中老年人学用智能手机、外卖骑手职业困境等现实议题，引发40加观众群体的强烈共鸣。猫眼调研显示，该年龄段观众贡献了32%的票房，且二刷率达18%。这种反类型化成功，让业内重新审视年轻化叙事的误区。当00后被短视频碎片化内容抢占注意力，45至60岁观众正在成为影院的沉默金主。结语：冯小刚的朋友圈感慨，无意间成为2025年国产电影的生存宣言。当资本泡沫退去，向阳花的2亿票房不再是数字本身，而是一个行业转折点的象征。它证明，在特效狂欢与 IP 崇拜之外，还有一条接地气、控成本、重内容的生存之道。正如影片中那朵在街角绽放的向阳花，中国电影的春天或许就藏在这些拒绝浮夸、扎根现实的创作中。那么你觉得向阳花怎么样？你对冯小刚的新片《抓特务》感兴趣吗？评论区里咱们唠唠嗑。你觉得老冯这次是昙花一现，还是真的王者归来？是继续走小而美的路线，还是重回大制作的怀抱？来，都来说说你们的看法。